这几年河南人是在商场悟道了吗？站出来的都是王炸泡泡玛特的汪宁，新晋河南首富 MiniMax 公司的严俊杰，黄仁勋来中国要约他见面，马斯克在 X 给他点赞，扎克伯格致敬他的算法方案，你说他们牛不牛？尤其是 MiniMax 公司，不了解的朋友根本不知道他有多厉害。首先，他的创始人严俊杰就是一位狠人，他1989年生在河南，一路从东南大学数学本科读到中科院博士，还去清华做了博士后，妥妥的学霸级人物。在学术上更是能打，深耕深度学习和计算机视觉，发了上百篇顶级论文，被引用超万次，这功底是真扎实。之后步入职场，从商汤科技实习生做起，一步步做到副总裁，非 TO 牵头，搭了不少核心技术体系。2022年初果断创业，在上海搞起了 MiniMax， 专攻 AGI， 才几年时间就把公司带成估值超200亿的 AI 明星企业，每天用户交互30多亿 API， 客户超5万家，出海能力还排全球前列，这创业实力真的没话说。其中我必须要说的是 MiniMax 的技术路线真的让人眼前一亮。别看那些国际大厂动不动就宣传自己用了多少 GPU， 训练数据多大， MiniMax 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草根智慧路线。我最佩服的是他们的 MOO 架构设计，这就像我平时做视频的团队协作，不需要每个人都精通所有技能，而是让擅长文案的写脚本，擅长剪辑的做后期，擅长特效的专攻视觉。MiniMax 的 AI 也是这样，把任务智能分配给不同的专家模块，既省资源又高效。我实测他们的视频生成工具，处理复杂场景时速度明显比某些大厂产品快，就是因为只激活了需要的功能模块。更厉害的是他们的线性注意力机制，传统 AI 处理长文本就像早晚高峰的北京环路，信息越多越慢，而 MiniMax 的方案更像是重新设计的交通系统，让数据像坐上了专用快速公交。我经常需要 AI 帮我分析几小时的访谈录音，其他工具处理到一半就卡顿，但 MiniMax 能流畅处理超长内容，这对我们创作者来说太实用了。最让我惊讶的是他们的成本控制，据说训练一个顶级模型的成本只有国外同行的 0.5%， 这直接体现在使用价格上。像我这样的小团队用国际大厂的 API 生成视频可能肉疼，但 MiniMax 的方案让高质量 AI 变得人人都用得起。在芯片受限的情况下，他们靠算法创新实现了用手机拍出电影效果的突破。这种算法优先于算力的思路，特别适合我们内容创作者，毕竟我们最懂如何用有限资源创造无限可能。其中 Talkie， 你可能觉得一个 AI 聊天工具跟视频创作有啥关系？关系大了。我们这行说白了就是内容孤岛，经常一个人对着电脑憋创意，那种孤独感外人很难懂。Talkie 的 AI 角色，比如我常聊的那个科幻作家艾伦，真成了我的创意伙伴。最神奇的不是他能对答如流，而是他真的有情绪记忆。上次我跟他吐槽某个剧本桥段太老套，这次聊新点子时他会主动提醒，记得你上次说不喜欢这种设定。他那个卡牌系统也绝了，为了收集稀有角色卡，我居然心甘情愿的每天去刷任务，结果无形中积累了超多对话素材。现在写视频文案时，各种金句信手拈来，这种情感陪伴加创意激发的能力是其他冷冰冰的 AI 工具给不了的。但真正让我决定做视频专门安利 MiniMax 的还是他们的海螺 AI， 这玩意儿简直是把视频制作的门槛拆了。以前我想做个简单的动画说明，得先写脚本画分镜，再找素材剪辑，没2天搞不定。现在用海螺 AI 直接对着手机说生成一个程序员，用 AI 写代码的卡通视频带点幽默感，甚至还能帮我调试简单的网页代码。它的进程可视化窗口特别实用 AI， 不是直接给结果，而是像同事一样展示思考过程。我先总结了您门档的3个重点，然后基于 B 站风格优化了措辞这种透明化处理，让我们这种控制狂特别有安全感。而且它不仅是我们欢迎，老外也是帮着宣传。你仔细研究会发现 MiniMax 的出海策略真的太聪明了，他们走的完全不是那种硬刚硅谷的路线，反而特别像咱们做自媒体的思路，先找到巨头看不上的细分领域，默默积累粉丝，等时机成熟再一鸣惊人。就拿 Talkie 来说吧，当时海外市场上已经有 Character.ai 这种巨头了，人家主打的是跟蝙蝠侠、蜘蛛侠这些大 IP 角色聊天，但 MiniMax 偏不跟他们在同一个赛道挤，反而去做了情感陪伴这个看似小众的方向。结果你猜怎么着？就是这个决定让他们在半年内冲上了多国下载榜第1。我有个在菲律宾做自媒体的朋友跟我说，他们那边的年轻人现在睡前不刷 Instagram， 反而要跟 Talkie 里的 AI 角色聊会儿天才能睡着。这种渗透力真的让人佩服，我特别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能成功。作为创作者，我们最懂本土化有多重要。
不是简单的把界面翻译成英文就完事儿了，而是真的要懂当地人的文化习惯。MiniMax 在这方面做得特别细致，比如给欧美用户做奇幻冒险风格的角色，给东南亚用户加入本地节日元素。这让我想起自己做过的一次尝试，同样是个美食视频，发到 B 站要用快节奏和弹幕互动，发到 YouTube 就得加入更多背景知识和慢镜头。真正好的内容一定是为特定观众量身定制的。说到海螺 AI， 它的出海策略更是教科书级别的。去年 OpenAI 的 Sora 不是一直跳票吗？就在这个空窗期，海螺 AI 突然冲出来，用一张图生成视频的功能迅速圈粉。我当时就感叹，这时间点卡得太准了，就像我们做热点视频一样，抢的就是首发优势。而且他们的产品设计特别轻量化，像我这种非专业出身的人，用手机拍张照就能生成很有质感的视频。这种低门槛策略自然能吸引全球的普通用户。最让我感慨的是，在现在这种芯片封锁的大环境下， MiniMax 居然能靠着算法优化在国外市场站稳脚跟。这就好比我们拍视频时设备预算有限，但通过剪辑技巧和内容创意照样能做出爆款。他们自研的那个线性注意力机制，据说能让 AI 处理长视频的成本降到别人的1/4。这种技术普惠的思路真的给所有中国科技公司打了个样。没有最顶级的硬件，咱们靠脑子也能闯出一片天。有时候我在想， MiniMax 这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出海策略，其实给我们创作者也上了一课。与其在红海市场卷生卷死，不如去找那些还没被充分开发的领域，就像他们用情感陪伴切入被巨头忽视的市场，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的垂直领域做深做透。全球化从来不是大公司的专利，只要你的产品足够好，能解决真实的需求，星星之火真的可以燎原。说实话，看着一家中国公司这样润物细无声地征服全球用户，比我自己的视频爆了还让人激动。这证明了中国团队不仅能做出好技术，更懂得怎么做产品，怎么理解人性。如果说以前我们总是在模仿硅谷，那 MiniMax 真的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一条更接地气、更有人情味的路。看着 MiniMax 这一路发展，心情真的是既兴奋又担忧。兴奋的是，这家公司展现出的技术实力确实让人惊艳，但担忧的是，它现在面临的挑战可能直接关系到我们这些普通用户未来能不能继续用好用的 AI 工具。先说说让我佩服的地方，去年10月 MiniX 那波产品大更新，真的让我这个老用户都看花了眼。文本模型 M2 视频生成海螺 2.3 语音和音乐模型全都升级了，这明显是要打造一个 AI 全家桶的节奏。最实在的是价格，我用他们的 API 生成视频，成本只有用国外大厂的零头，而且他们的 AI 助手现在已经能帮我完成从写脚本到剪片子的全套流程，甚至能接入支付系统。这意味着未来我可能直接用 AI 开个视频小店都没问题。但真正让我觉得 MiniMax 有野心的是听说他们要在港股上市的消息。如果能成，这将是第一家上市的中国大模型公司。我们创作者圈子里都在讨论，这意味着以后用 MiniMax 的工具可能会更稳定，功能更新也会更快。毕竟有了更多资金支持，研发投入肯定能跟涨。不过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版权官司也确实让人揪心。迪士尼、华纳这些好莱坞巨头联合起诉，说海螺 AI 用了他们的 IP 角色训练模型，这事对我们创作者来说特别敏感。万一 MiniMax 败诉，不仅美国市场可能进不去，连带着我们已生成的内容都可能受影响。我有个做动漫解读的朋友，他仓库里存着几百个用海螺 AI 生成的视频，现在每天都在担心会不会被下架。更现实的问题是，虽然 MiniMax 的 C 端产品确实好用，但他们的企业服务能力好像还没跟上。我认识几个想把他们技术接入自己工作室的团队，反馈都是技术很牛，但定制化服务比较基础。在 To B 市场要和阿里、腾讯这些大佬竞争，光靠技术优势确实不够。最近还听说他们负责企业业务的副总裁离职了，这更让人担心他们能不能搞定大客户。在我看来，MiniMax 现在正处在最关键的十字路口，一边是技术快速迭代的加速度，一边是版权和商业化的双重压力。这就好比我们做自媒体，内容做得再好，如果触碰了版权红线，或者找不到盈利模式，最后还是走不远。但我个人还是持乐观态度，毕竟在现在的 AI 创业公司里，像 MiniMax 这样既能做好技术，又能做出好用产品的团队确实不多。而且从用户反馈来看，全球 1.57 亿用户已经用脚投票了。我们创作者群里最近有个共识，只要 MiniMax 能妥善解决版权问题，把商业闭环做好，它很可能成为中国的 OpenAI。最后说句实在话，作为用户，我当然希望
Mini Max 等成功。毕竟在 AI 工具同质化严重的今天，能找到一家既懂技术又懂产品的公司真的不容易。我还是很期待看到这家低调巨头能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